结婚3年，厉其年从不碰我，直到他出国白月光陈玲玲在朋友圈官宣订婚。那天，一向桀骜的港城太子爷借酒消愁，喝到神志不清，跟我缠绵整夜。3个月后，我拿着怀孕报告单，带着妻妓分享喜讯，却换来厉其年绝情的一句：“玲玲已经退婚，最近要回国找我，你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，我们离婚。”小腹抽疼了一下，我突然释怀了。好，离婚，祝你和陈玲玲白头偕老。我猜厉其年不想要这个孩子，所以拿到报告单后，我没敢跟他说我怀孕了，直到和他一起回老宅，爷爷奶奶、小叔都在，时机成熟了，我才敢把报告单拿出来，希望通过长辈施压，留下这个孩子。厉其年瞥了一眼报告单，眉头紧皱，冰冷的目光带着恨意扫向我。这一刻，我笃定了我的猜想，他不想要这个孩子。可这个孩子是我一直盼望的，更是独守空房3年，一次就中奖的意外之喜。我不会轻易放弃。爷爷奶奶，我怀孕了，已经3个月了。爷爷奶奶嘴咧到太阳穴，频频道好。奶奶更是把她价值不菲的祖母绿手镯摘下来，戴在了我手上，欲语泪先流。叔叔，奶奶盼这个重孙子盼了好久，本以为死之前看不到了，没想到终于是盼来了。我这就去给儿子儿媳上香，告诉他们这个喜讯。爷爷奶奶离席，去给厉其年早逝的爸妈上香。等老人消失在视线，沉寂的厉其年爆发了，他拍案而起，怒吼我的名字：“宁叔！”我心头一颤，心里害怕，却还是倔强抬头跟他对视。因为愤怒，厉其年额头脖子上青筋暴起，精致的一张脸显得有些可怕。我明明看着你吃了避孕药，你还是怀孕了，还闹到了爷爷奶奶面前，我真是小看你了。说到这，厉其年冷笑一声，继续对我恶语相向。也是，你从始至终就是恶毒的心机女，当初是你设计让玲玲失身，她才会伤心欲绝出国。你在我面前装了3年的乖乖女，终于还是本性暴露了是吗？你机关算尽，但我不会要这个孩子。玲玲已经退婚，最近要回国了，我的孩子只能她生，你马上就去医院堕胎。说着，厉其年拉着我的手往外走，我用尽所有力气甩开了他的手。厉其年有些惊讶，似乎没想的一向温顺的我会忤逆他，眼泪不受控的滑落。我看向厉其年，3年了，我还是捂不热他的心，他还是喜欢陈玲玲。只要陈玲玲出现，全世界都输了。我输了，输得心服口服。厉其年，你听着，3年前陈玲玲失身，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你要离婚，我答应，可孩子是我的，你没权利打掉。3年前是我喜欢厉其年的第4年，他爱上了贫困生陈玲玲，并且对陈玲玲展开了激烈的追求，一掷千金，为陈玲玲办生日宴，把圈子里的少爷小姐都召集起来，给足了陈玲玲牌面。却不料那夜出了意外，酒里有药，我、厉其年、陈玲玲都中了药。厉其年和我缠绵，陈玲玲意外失身于酒保。一时间，所有人都开始怀疑是我的手笔，说我心机女、不要脸、一箭双雕，算计了厉其年和陈玲玲。不管我怎么解释，大家都不信。事后，陈玲玲多次寻死，厉其年一直陪着她。一向傲娇的港圈太子爷多次下跪，卑微哀求，只求陈玲玲活着。陈玲玲答应活着，但她不想留港城，这片伤心的，最终在厉家的资助下出国。陈玲玲走后，厉其沉寂了好一段时间，然后带着恨意娶了我，对我百般折磨，替陈玲玲出气。我以为日子一长，厉其年总会明白，我不是恶人，不会拿女孩子的清白为自己谋利益。可是我错了，大错特错。我摸上小腹，看着厉其年，一字一顿开口道：“厉其年，我答应离婚，这条错的路我不走了。”厉其年眼神飘忽了一瞬，然后恢复镇定：“明天一早民政局上班了就去离婚，你要是敢反悔，我保证你会付出惨痛的代价。”我冷哼，这次就算你求我，
我都不会反悔。这婚我离定了，最好是这样。厉其年撂下这句话后，离开了别墅。我失去所有力气，瘫倒在沙发上。地暖很热，可我还是觉得冷，把自己缩成了一团。绝望地闭上眼，耳边传来轻轻的脚步声，越来越近，鼻尖传来一阵清香，身上突然暖了些。睁开眼，小叔正半蹲着看着我，我身上盖着他的西装。小叔，让你看笑话了。我苦涩地笑了笑，小叔却淡定开口：笑不出来就别笑了，离婚也挺好的，离婚你就自由了。小叔的话让我心里暖暖的，我以为他会无条件站在厉其年那边，对我恶语相向。小叔厉声起身要走，我下意识拉住他的手，掌间的温暖让人舍不得放手，直到头顶传来戏谑的声音：怎么，对我有意思？要不等明天离过婚之后我们试试？但是现在不行，现在你还是我侄媳妇，我做不出乱伦的事。厉声纨绔，常年流连夜场，这种露骨的话对他来说是信手拈来，可却直接让我红了脸。我像触电般收回了手，低下头：小叔，你想多了，我只是想问，你信陈玲玲的事跟我无关吗？小叔点头：信，你没那个脑子。我倒也不必如此。我自嘲地笑了笑，然后忍不住喃喃：你都信。厉其年却不信，他是有多讨厌我？行了，别伤春悲秋了，明天就都结束了。我还有局，先走了。你有事给我打电话。小叔离开后，剩我一人在别墅。夜幕渐渐降临，落地窗外雪越下越大。我睡不着，在沙发上坐了一夜，直到天亮。这段婚姻终于要结束了。我给厉其年发消息，来接我。我们去离婚。厉其年秒回：你真麻烦，自己打车来不就行了吗？或者让司机送你。无情的消息比冰天雪地还让人冷。换作平常，厉其年说我麻烦，我会委屈自己，迎合他的情绪。可现在我不忍了，我将心中的怨气一股脑发了出来。别墅区不好打车，家里的司机昨天送爷爷奶奶去墓地了。我一夜没睡，不能疲劳驾驶。但凡有一点方法，我都不会找你。你爱来不来？急着离婚的是你，不是我。良久，厉其年回了消息，简单2个字：等着。这是我第一次在争吵中胜出，感觉还不错。厉其年来了，车内我俩一句话都没说，安静地往民政局走。突然他的电话响了，我扫了一眼，看到了来电显示小乖这样的备注，暧昧至极。也许是厉其年某个相好，不过是谁都跟我没关系了。厉其年肉眼可见的慌乱，一个急刹车，然后接通电话。我不可控地被晃了一下，肚子被狠狠勒住，疼得厉害。喂，是玲玲吗？厉其年颤抖的声音带着试探。听到玲玲这个名字，我的脖子像是被掐住了一样，喘不上气。电话那头传来陈玲玲的声音，声音虽小，我却听了个清楚。是阿年，我今天回港城，下雪的机场不好打车，你能来接我吗？我好冷。好，我这就去。玲玲，等着我。厉其年声音激动，带着失而复得的喜悦。3年了，我从来没见他这么开心过。挂断电话，厉其年看到向我，上扬的嘴角一下子就落了下来，不耐烦地指了指车门：下车，我去接玲玲。这一次，我同样没有顺从。厉其年，你还有没有一点人性？我怀着孕，冰天雪地，你让我下车是吗？是，本来就没打算来接你，这段路已经算是便宜你了。下车，宁叔。我抬手给了厉其年一巴掌，清脆的巴掌声在车厢里格外清晰。厉其年愣了一瞬，然后顶了顶腮，一脸狠厉：你以为我不敢还手是吗？你敢还手，我们就不离婚了。我倒要看看，这个位置我不让，你怎么娶你的小乖？我捏住了厉其年的7寸，他没了脾气，只能先开车跟我离婚。路上，厉其年还不忘给陈玲玲发消息，安抚她，因为开车不好打字。厉其年发的是语音：我很快就到，等我，这次不要再放开我的手。我听得直反胃，忍不住打断：你还真的是一点脸都不要，
现在咱俩还没离婚，你这算是婚内出轨。”厉其年被骂后，厉其年也当仁不让，再一次翻出了旧账，说不要脸，谁能有你不要脸，下药这样的事都做得出来。厉其年，我几乎是吼出了声，到底要我说多少遍你才肯信我？要不是我下的，那天人那么多，凭什么怀疑我？厉其年还是不信我，冷哼了一声，受不了被污蔑，我直接发誓，如果是我下的药，就让我胎死腹中。没有任何一个母亲能拿自己的孩子发誓发过毒誓。厉其年眉头皱了皱，语气明显松动：“真的不是你？”我没说话，因为现在的我头晕想吐，还肚子疼，多说一句话都不能承受。可能是熬了一个通宵的缘故，我这样想，然后闭目养神，直到耳边再次响起厉其年的手机铃声，吵闹的声音，脑海中自动脑补的小乖来电，让我更加烦躁。我忍不住皱眉，开口：“要腻歪就下车去腻歪，别让我听到恶心的话。”我想吐，是小叔的电话。厉其年解释，听到是小叔，我稍微和缓了些。“喂，小叔，赶紧带着宁叔来医院，你奶奶摔倒了头，医生说不太好。”电话那头传来了厉胜着急的声音。厉其年立刻拐弯往第一人民医院开去。手术室门前，爷爷坐在椅子上，双手捧住脸，肉眼可见的自责。厉胜依靠在墙上，神色黯淡。厉其年走到爷爷面前蹲下，问：“怎么样了？”爷爷整个人处在恍惚里，说不出话，最终还是厉胜开的口：“不好，脑出血，医生说可能会成植物人。”听到植物人三个字，厉其年像是泄了气的皮球瘫，倒在了椅子上。当年婆婆公公车祸，公公当场死亡，婆婆成了植物人后不久也死了。厉其年确实很怕植物人这三个字，他甚至有些轻微的颤抖。我伸出手放在他肩上，安抚他：“只是可能，也别太悲观，奶奶吉人天相，没事的。”厉其年眼睛亮了亮，像是抓住了希望。这时电话铃声响了，来电显示时：“小乖。”我收回了厉其年肩上的手。厉其年眼神飘忽，张了张嘴，最终没说话，起身独自走到远处接电话了。不一会他回来了，还算有点人性，没在这个节骨眼去接陈玲玲。手术还在继续，一夜未眠的我已经有些站不住，但也不想坐在厉其年旁边，只好跟厉胜一起靠着墙等待。厉胜压低声音问我：“离婚了吗？”我摇头，还没来得及。厉胜接着问：“还离吗？”我点头。且不说我真的累了，就是我能为了孩子坚持。陈玲玲已经回来，厉其年心里再也没有我的位置。离，陈玲玲退婚回国了，我的纠缠只会成笑话。话音刚落，陈玲玲从电梯里出来了。多年不见，她成熟了很多，自信了很多，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处处透着单纯小心的大学生。她拖着行李箱，环顾之后，直奔厉其年，蹲到了厉其年面前，很熟络地握住厉其年的手，语气温柔：“阿年，我回来了。”两人的举止太过碍眼，我干脆看向别处：“玲玲，你怎么来医院了？我不是让你先回别墅吗？手好凉，你冷吗？”陈玲玲语气带着笑意：“我担心你，也担心奶奶，不来看看我不放心。”“我不冷。”爷爷分开两人拉起的手，猛地站了起来，或许是起得太急，身形晃动了两下要倒下。离得最近的陈玲玲眼疾手快扶住了爷爷：“爷爷，你别激动，身体要紧。”缓过神的爷爷推开陈玲玲，语调高涨：“你管谁叫爷爷？我可不是你爷爷，这里不需要你，你走。我孙媳妇和孙子现在过得很好，你不要破坏他们的感情。”爷爷情绪激动，胸腔急速起伏。厉其年一边替爷爷顺气，一边开口帮陈玲玲辩解：“爷爷，玲玲也是一片好心，你话说得太重了。”没想到这话让爷爷更激动。一片好心，他要是一片好心，就应该这辈子都不出现在你面前。现在叔叔刚怀孕，你让叔叔怎么想？厉其年，我把话放在这，
叔叔没做对不起你的事，你要是敢做对不起他的事，我就没你这个孙子。爷爷替我撑腰的话，听得我心里暖暖的。只是这样好的爷爷，以后不是我的了。陈玲玲转头看向我，一脸震惊，眼底闪过不明的情绪，随即恢复镇定，皮笑肉不笑地朝我道喜：“宁叔，你怀孕了，恭喜！”我礼貌回复：“谢谢。”陈玲玲随即看向厉其年，语气极尽卑微：“这里不欢迎我，那你呢？阿年，你欢迎我回国吗？”没有丝毫犹豫，厉其年脱口而出：“我当然欢迎。”得到这个答案，陈玲玲扯出一抹人畜无害的微笑。一旁的爷爷被气得深呼吸，我立刻上前替他顺气，提醒厉其年：“厉其年，别气着爷爷。”厉其年沉默不语。陈玲玲伸手去拿行李箱，既然这里不欢迎我，那我改天再来。眼看着陈玲玲要上电梯，手术室的门开了，奶奶被推了出来。见状，陈玲玲又折返了回来，跟着人群陪着奶奶转到了重症监护室。安顿好之后，陈玲玲主动请求要去买饭、买洗漱用品，她想当丫鬟，我自然不会出口阻拦。无人搭理陈玲玲，她自顾自往外走，要去买饭。厉其年想跟上，却被爷爷拦着。有的人见自己上赶着当丫鬟，其年，你是少爷，这事不用你做，别丢了身份。爷爷加重了“别丢了身份”的字眼，威胁意味满满。可厉其年还是要跟去。眼看着场面一度僵持，陈玲玲开了口：“阿年，你就在这等着吧，我一个人可以的。别让奶奶醒了想见你见不到。”这话很好的安抚了厉其年。最终，陈玲玲一个人扛下了所有，领着大包小包回来了。医院外的小摊重油重盐，我看着就没胃口，伸手把饭推远。爷爷注意到了，直接对着陈玲玲开口：“你买的饭不合我孙媳妇胃口，再去买一份。”陈玲玲愣了一瞬，我以为她要爆发，可她依旧好脾气问我：“好，宁叔你想吃什么？”我还没开口，厉其年把筷子重重地砸在桌子上：“过分了，宁叔你想吃什么不会自己去买吗？玲玲是你的丫鬟。”看着厉其年如跳梁小丑，我心情极好，反问他：“是我让陈玲玲去买的吗？不是她自己要去的吗？”厉其年，我们还没离婚，你就这样护着别的女人，你还要不要脸？什么离婚？爷爷反应极大，拉住我的胳膊：“我不允许！你现在怀着我们厉家的重孙子，我不允许离婚。”厉其年，如果你敢跟宁叔离婚娶陈玲玲，厉家的钱你一份拿不到。厉其年来了脾气，不顾爷爷威胁的话，撂下一句：“不要就不要，玲玲是我的全世界，有她我就圆满了。”然后拉着陈玲玲离开了医院。爷爷被气得当场倒下了，不管我怎么喊，爷爷都醒不过来。医生迅速采取急救，说是脑梗。我给厉其年打电话，他先是挂断，我又打了一遍，还是挂断。第3遍他终于接通了，还不等我说出爷爷倒下了，他开口就是来离婚。我只说了句民政局等我，就挂断了电话。此后爷爷奶奶、我的孩子都跟厉其年没有任何关系，就让他和他的全世界过去吧。厉胜在医院守着，司机送我去民政局。到民政局之前，我把律师急速草拟的厉其年净身出户、跟厉家断亲的合同打印了出来，在民政局递给了厉其年，签了这个。我们离婚，你娶陈玲玲，要不然不离婚。厉其年二话不说签了名字。厉其年和我办了离婚之后，迫不及待地和陈玲玲领了结婚证，脸上的笑容藏都藏不住。我忍不住开口提醒厉其年：“我希望老人痊愈之前，你不要说一些不该说的。”厉其年答应了。我比你更爱我爷爷奶奶，不用你教。我冷笑，不知道厉其年看见躺在重症监护室的爷爷之后，还能不能说出这番话。厉其年每天都来看奶奶，一天比一天憔悴。毕竟他是净身出户，现在没钱了，生活质量自然是急速下降。过惯了少爷日子的他，脸色差点也合情合理。厉其年每次都会问：“爷爷去了呢？”我随便搪塞：“爷爷不想看见你，
躲着去了。他也不再多问，也幸亏厉胜忙着公司业务交接，要不见了厉其年，免不了俩人要打架。4天后，奶奶醒了，转到了普病房。我打电话给厉其年的时候，没想到陈玲玲会跟他一起来。在进病房之前，我拦住厉其年：“你带陈玲玲来是什么意思？刺激到奶奶怎么办？”陈玲玲率先开口：“你放心，我只在病房外看一眼，不会进去打扰奶奶的。”听她这么说，我也不多说什么，由着她在外面看着。我和厉其年进病房去看奶奶。奶奶躺在病床上，吸着氧气，加上泪流不断，说话就更是含糊不清。我和厉其年便嘱咐奶奶别说话了，好好休息，安抚她。我和厉其年好好的，家里也好好的，我肚子里的孩子也好好的。奶奶你放心休养，争取我们一起回家过年。厉其年握住我的手，给奶奶看，在旁边附和：“是的，都好好的，奶奶你放心，我和叔叔现在很恩爱。”奶奶用力点头，我伸手替奶奶擦去眼泪。等奶奶睡下，我和厉其年出了病房。陈玲玲脸色铁青，她应该是听到了病房里厉其年和我的对话受不了了。不过这些话都是她该受的，没人心疼她。我目送厉其年上了电梯，电梯关上的一瞬间，护士喊了声 ICU 8床家属，厉红醒了。我连忙答应在，然后给厉胜打电话，自己赶紧去重症监护室准备转床。收拾完东西出重症监护室的时候，迎头撞上了厉其年和陈玲玲。爷爷当即激动的心跳飙升，我赶紧拉着两人走到一边，离开爷爷的视线范围。厉其年肉眼可见的慌乱：“爷爷怎么回事？”我实话实说：“被你气的。那天你拉着陈玲玲走，爷爷就脑梗了，你怎么不告诉我？”厉其年失声质问。我反问：“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你别忘了，你已经跟爷爷断绝了关系，爷爷的一切都跟你没关系了。”厉其年呆愣在原地，陈玲玲扯了扯他的袖子，一脸不敢相信地问：“什么叫断绝关系？你不是跟我说赌气离开家的吗？你不是说爷爷消气了你就会离家的吗？你骗我是吗？那也就是说你现在很穷，并且会一直穷下去，对吗？”听到这，厉其年变了脸色，反抓住陈玲玲的双肩：“你为什么这么问我？难不成你是为了钱才跟我在一起的吗？”陈玲玲连忙解释：“当然不是。”可慌乱无助的眼神已经出卖了她，她很在乎钱。陈玲玲恢复了往日的温柔：“我只是不想看到你们亲人之间断一绝，爷爷是爱你的，你也爱他，你们不该这样。”陈玲玲冠冕堂皇的话很好的欺骗了厉其年，厉其年拥她入怀，可我只觉得恶心，不愿再看到他们两个腻歪，转身进了病房。厉其年跟了上来。爷爷刚平稳下来的生命体征在见到厉其年之后又变得异常。厉其年二话不说，直接跪倒在了爷爷床头：“爷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气你，我求你快点好起来。”爷爷努力抬手去摸厉其年，厉其年跪着靠近，拉住了爷爷的手。我想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病房里只剩仪器声和若有若无的抽泣声，所以门外护士一句“6床不行了”格外刺耳。6床是奶奶的床。反应过来之后，我和厉其年迅速往外走。将要出病房的时候，厉其年不忘转头安抚爷爷：“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我和叔叔就是出去看看。”我则是赶紧去 VIP 6号房。房内除了急救的医生外，还有陈玲玲。不用想，奶奶这样一定是受了她的刺激。我给了陈玲玲一巴掌，质问她：“你做了什么？”陈玲玲立刻狡辩：“我什么都没做，这屋里有监控，做没做一会就知道了。奶奶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陈玲玲，你死不足惜。”陈玲玲肉眼可见的慌乱：“这里有监控？这里为什么会有监控？ VIP 病房都是有钱人，医院怕权责不清晰，当然要按监控。这是陈玲玲接触不到的阶层，她当然不知道有监控。”去给奶奶倒尿的护工姗姗来迟，见到这场面，直接瘫坐到地上，跪在我脚边求饶：“
夫人，我真没想到会这样，我就出去了一会，怎么就会这样？我没搭理他，看着奶奶的方向，祈祷，奶奶挺过来。可是老天没听到我的祈祷，滴滴滴，声音不断，医生接二连三的叹气。主治医师走到我面前，跟我道歉，我们尽力了，病人生命体征已经平稳了。为什么会突然这么激动？我弯了一眼陈玲玲，看监控 ，VIP 病房里有监控。护士调监控的时候，厉其年来了，看着已经没了生命体征的奶奶，厉其年瘫坐在了地上。奶奶，你醒醒看看我，我是其年啊！可是不管他怎么喊，都不会有人回应他。监控调了出来，房间里，奶奶看到陈玲玲之后，呼吸心跳开始加速。在陈玲玲拿出结婚证之后，更是飙升。陈玲玲不要脸地喊奶奶：“奶奶，厉其年和宁叔已经离婚了，我和厉其年结婚了，现在我才是你的孙媳妇。奶奶，厉其年是你的孙子是吧？你的钱都是他的是吧？那你能不能先给我点？我很缺钱，我缺的都要死了。”奶奶咬牙切齿说出：“你做梦！”陈玲玲把结婚证展开给奶奶看：“什么我做梦？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哦，对了，宁叔流产了，现在只有我能给你生重孙子，你给我钱好不好？给我钱我马上生。”陈玲玲的谎话让奶奶彻底被杀死。我看到这已经忍不了了，走到陈玲玲面前，扯住她的头发，猛扇她巴掌。她想还手，我喊坐在地上哭的护工帮忙，1v2。陈玲玲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她的牙被我打掉了一颗，带着血水吐了出来。你知道奶奶拿重孙子当命，你竟然还骗她我流产了，你这不就是让她死吗？陈玲玲装都不装了，癫狂地笑了。是3年前那夜，要不是老不死的百般阻拦，我就是厉夫人，那至于落得现在这个下场。现在他还不愿意给我钱，拿不到钱的我只剩死路一条，那我就拉他一起下地狱好了。厉其年揪住陈玲玲的衣领，把她拽起来。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？你不是说你爱我吗？钱有这么重要吗？陈玲玲嘶吼出声：“有，我欠了很多钱，他们要我的命。厉其年，只要你帮我还，我可以给你生孩子，生好多。可你没钱了。你不是厉少爷了。”厉其年像是泄了气的皮球，把陈玲玲丢到了一边，一遍遍呢喃：“我这么爱你，你就这么对我；我这么爱你，你就这么对我。”陈玲玲冷笑：“你爱我吗？你根本不爱。我失身后，你看向我都嫌弃的眼神，我到现在都记得。后来我走没几天，你就娶了宁叔，现在还有了孩子，你根本不爱我。”厉其年彻底没了力气，躺在地上，哭着笑着，泪流不止。我看不下去了，推开门出了病房。厉胜姗姗来迟，风尘仆仆，奶奶死了。话音刚落，厉胜疾步走向病房，眼里带着杀意。我要陈玲玲死，我怕她做傻事，赶紧拦着她。我知道，但是现在厉其年比你还想她死，去看看爷爷吧。爷爷醒了。好说歹说，厉胜冷静了下来，陪我去了爷爷的病房。床上的爷爷似乎是猜到了什么，呜咽个不停。门外传来6床准备火化，爷爷的心跳呼吸彻底崩盘。我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，去喊医生急救，结果就是没救回来了，爷爷也去世了。厉其年报警了，警察来的时候，陈玲玲释怀地笑了：“进局子挺好的，最起码不用被追债的人打死。你欠了多少钱？”我忍不住问。陈玲玲掰着手指头算，然后烦躁地挥了挥手：“算不明白，好多好多，多到我未婚夫要跟我退婚。”一旁听着的厉其年脸色更差了。我想陈玲玲回国的时候，跟厉其年说的应该是忘不了他，特意退婚来找他，现在成了走投无路来找厉其年。白月光破碎，放在谁身上都撑不住。要上电梯时，厉胜拉住厉其年，语气冰冷：“你等下会。”等到电梯门关上，厉胜一拳挥上了厉其年的脸，一拳接着一拳，拳拳到肉，似乎要把厉其年打死偿命。厉其年也不还手，任由他打。厉胜边打边骂：“
你真是个废物！陈玲玲什么货色你看不出来吗？任由他挑唆蛊惑。实话告诉你，当年那药是陈玲玲自己下的。她本意是跟你生米煮成熟饭，再让九宝进宁叔房间。等一夜过后，她是厉夫人，宁叔则身败名裂。可惜被奶奶知道了，奶奶出手帮你。事后奶奶怕你伤心，怕宁叔伤心，不敢告诉你真相。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厉胜说完，厉其年傻了，我也傻了。3年的误解，最终沉冤昭雪。厉其年一遍遍呢喃：“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你骗我的，对不对？”小叔，厉胜嫌恶地推开厉其年：“你要是不信，去问问九宝，当年陈玲玲可给了他不少封口费。”厉其年呐，厉其年，你个蠢货！厉胜的声音充满了愤怒。他骂完之后，直接拿起电话拨通了几个号码，冷冷地说道：“今后厉家没有厉其年。”随后，他转身进了病房。我想冷嘲热讽地回应厉其年几句，但当话到嘴边，我却怎么也说不出来。那种言辞沉重得像块石头，堵在喉咙里，无法释放。最终，我默默转身，离开了那个让人心生厌烦的地方。忽然，身后传来厉其年带着哭腔的声音，他低声哀求：“叔叔，你能原谅我吗？”我停下脚步，深吸一口气，心中满是翻滚的情绪，却还是平静地回应：“当然。”我顿了顿，缓缓继续：“不能。”他似乎还不甘心，轻声问：“那孩子还能叫我爸爸吗？”那一刻，我心里不禁一酸，苦涩的情绪如潮水般涌来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我心中早已做出了决定，那些曾经温暖的回忆，现在只能变成冰冷的伤口。我毫不犹豫地答道。痴心妄想，厉胜通过一系列手段，终于让陈玲玲被判了无期徒刑。法院宣判那天，退庭后的厉其年堵住了我，他递给我一个手提袋，语气充满了恳求：“这是我自己赚钱给孩子买的衣服，你能收下吗？”他看起来憔悴了许多，面色苍白，身形也消瘦了不少，再也没有了往日那种从容的气度。我没有接过袋子，眼神只是保姆将它拿走。我不禁觉得一阵恶心，低声对保姆说道：“丢掉它。”保姆立刻明白，直接将袋子丢进了垃圾桶。“对不起，我的孩子不穿这种低级货，以后别再出现在我面前了。”我冷冷地看着他：“孩子是我的，以后也许会是某个有钱人的孩子，但绝对不会是你的，明白了吗？”厉其年。我说完这句话，盯着他破碎的目光，转身上了那辆豪华的劳斯莱斯。厉其年则开着那辆出租车，默默地跟在我身后。我有些不耐烦，只是司机停车，低声对他说：“去警告他，如果再跟着我，就报警。”终于，厉其年停下了他的车，悻悻离去。自那之后，厉其年偶尔会出现在别墅区，他几乎每次都被保镖赶走。日子渐渐过去，我决定换个城市待产，再也没有遇见过那个令人厌烦的人。不过，听说昔日的厉少爷竟到处打听我的消息，似乎哪里都能看到他焦急的身影。接下来的故事依旧会更加精彩，不要急，接下来我们一起继续往下看。胃病复发的那一天，温实颂表示要送我去医院。就在出发的前几秒，温实颂的外遇对象突然到访，哭诉着说自己被我划伤了手掌。我心中一阵愤怒和无奈，哀求着温实颂先送我去医院，却没想到他竟然用力推开了我。我重重摔倒在地，在失去意识前，我只看到温实颂抱起郝小韵，快速离开了房间。那一刻，我的心仿佛被撕裂，孤独、痛苦、无助涌上心头。我躺在病床上，望着医院走廊里，温实颂正和郝小韵拥抱着，仿佛我根本不曾存在过。手机里的屏幕依旧没有他发来的任何信息，只有无尽的空白。在被病痛折磨到神志模糊的那一刻，我知道温实颂的世界里只有他，而不再有我。我哆嗦着流下眼泪，心中的悲凉和绝望如海浪般席卷而来。他却嫌弃地说：“我只是犯了每个男人都会犯的错误。江石样，
你这么矫情，有意思吗？结婚3周年纪念日那天，温实颂带我去了一个看起来很有情调的网红餐厅。我的心情复杂，虽然表面上看着轻松，但其实心里却满是忐忑与期待，似乎终于有了他回心转意的希望。然而，就在我准备放松时，刀下的触感让我微微一怔。我低头一看，面前那枚显然不合我尺寸的蓝宝石戒指，令我心猛然一沉。抬头对视着温实颂，我发现他也盯着那枚戒指出神。正当我心情复杂之际，身后的服务员突然打破了这份沉默。不好意思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这边给您上错蛋糕了。他说完，匆匆拿走了桌上的蛋糕。我马上给您重新上一份。我松了口气，目光忍不住转向那已经不再属于我的过去。我和温实颂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，家里人对我们的情谊寄予厚望，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稳固，也从未有过太多波动。然而，今天我却感到一丝丝不安和失望。我低头看着眼前的这份菜肴，心里有些奇怪。温实颂一向是个沉稳古板的男人，这种张扬耀眼的蓝宝石风格根本不合他的气质，肯定是餐厅出错了。我轻轻一笑，试图掩饰心中的那份不安，却不料温实颂此时正低头看着手机。他淡定地扫了一眼手机屏幕，然后放下刀叉，擦了擦手，神色依然从容，但眼中却隐隐透露出一丝焦虑。你先吃，我临时有个紧急会议，他说道，语气里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命令。明天要出差，今晚就不回去了。我望着他那端正却略显急促的背影，心中升起一股失望的情绪。往年的纪念日，他不送礼物我也能理解，但今天看着那枚戒指静静躺在盘子里，我竟然有了一丝莫名的倔强与不甘。戒指的光芒在餐厅的灯光下闪烁着，仿佛在嘲笑我的不甘心。我低下头，嘴角微微撇了下去，心底的不悦愈加深重。夜幕降临，温实颂告诉我今晚要出差。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，随意地刷着视频。温实颂一向是个古板守时的人，无论我有多忙，他都会准时要求我去休息，不容我夜晚熬夜。而这段时间，他频繁出差，反倒让我终于能和朋友们同步享受一些放松的时光。我给温实颂发了晚安信息后，没有犹豫，便打开了某音，首页推荐的“我不信你两眼空空”系列视频刚好引起了我的兴趣。视频里的女孩长相甜美，腰肢纤细柔软，笑容活泼可爱，扑倒在旁边一个姿态端正的男人怀里。而她手指上的戒指，和我今晚看到的那枚几乎一模一样。忽然，我的心跳加速，某种直觉让我感到不安。那男生的脸被特效遮住了，但他那熟悉的身形让我一时之间产生了不安的预感。难道是温实颂？我不敢再想下去，慌忙拿起手机给他发了一条短信：“你在干嘛？”手机屏幕上久久没有回应，心中的疑虑反而愈发深重。我想到温实颂说过的有个会议，他作为文物建筑修复师，工作时间一向紧凑，他绝不会用这种私人视频来打发时间。况且，他从不在工作时查看私人消息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急忙撤回了信息，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。我重新打开了视频，心中泛起一丝愧疚，给视频点了个赞。就在这时，叮咚一声，手机突然收到一条短信。我打开短信，看到的竟是标志性建筑的大楼上赫然写着“郝小运”温实颂的字眼。我的胸腔突然像爆炸的鞭炮，噼里啪啦地响个不停，震得我整个人都愣住了，心脏猛然一沉，我几乎无法呼吸，背后传来一阵冰冷的寒意。我不敢再停留，慌忙跑到温实颂的书房，翻找着他的文件和物品，终于在书桌上找到了一张他助理的名片。我拿起电话，声音有些颤抖：“喂，是赵助理吗？”“嗯，对，他有一份文件，好像忘带了。”赵助理的声音传来：“温先生不是请假吗？”我感到头脑一片空白，听不清对方的声音，我把电话挂了。
心跳声在耳边轰鸣，我的手开始微微发抖。重新打开了视频，放大细节，心脏猛然一跳。视频里的那个无脸男手腕上戴着的手表，竟和温实颂的一模一样。这一刻，我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。那个我一直以为性格死板、对我忠诚的丈夫，居然背叛了我。我急忙拿起手机，开始寻找他可能藏匿秘密的地方。温实颂对酒店有着极高的要求，很快我就找到了他在日市预订的酒店。我订了当晚的高铁，风尘仆仆而去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郝小韵，她穿着超短包臀裙，整个身体快要嵌到神态冷淡的温实颂怀里，精雕细琢的五官和身材和视频里如出一辙，让疲惫倦态的我忍不住悄悄躲在远处。老公，你说这个包和那个包，到底哪个适合我呀？都行。年轻美艳的郝小韵不顾周围柜姐的目光，把整个身体紧紧挂在温实颂的身上。可男人只是冷淡地抬手看了眼表，表情有些不耐烦。郝小韵笑嘻嘻地亲了亲温实颂的嘴角。你最爱谁？我颤抖着背过身，不想再看，熟悉的声音却依旧透过墙壁传到我的耳边。爱你，爱你。语气有些敷衍，但我知道他此刻很开心。面前视线逐渐变得模糊。温实颂多么保守古板的人啊！我和他从小长大，即使是他向我跪地求婚的那天，也没有说过爱我。如今，只是郝小韵一个小小的撒娇，他就得到了我半辈子都没听到的示爱。我伸出手，想要推开挡在身前的遮挡物，像个战士一样冲出去，狠狠地抽打他和小三，当面质问他为什么要出轨，为什么要撒谎。没想到转身迎上了郝小韵挑衅的眼神，他一边得意地盯着我，一边拉扯着温实颂撒娇。温实颂面上不显，却把2款包都买了下来。他发现我了，他是故意的。一瞬间，我失去了所有勇气，仓皇而逃。两人相依着回到酒店时，温实颂脸上还挂着温柔的笑意。直到看见坐在酒店大厅的我，温实颂的表情变得慌乱。老公，郝小韵看到我，得意地搂紧了温实颂的胳膊。趁着我没有开口，温实颂将我拽进了房间。月经期快到了，就别喝凉水了。温实颂神色，他将我安置在床上，转身倒了杯温水塞到我冰凉的手中，拿走了我手里的冰水。这么冰？他摸了摸杯壁，皱眉，小心到时候疼得下不了床。我和温实颂都沉默着，仿佛只要不点破就可以继续拖延。可这件事早就赤裸裸地败露在我的面前，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没有缺失记忆。我看着这么自然关心着我的温实颂，眼泪终于忍不住啪嗒啪嗒掉在温水里。他是谁？颤抖着声音，我压下声嘶力竭的冲动，只想给自己保留着最后一份体面。郝小韵，一个小芭蕾舞演员，依旧是淡薄的语气，仿佛只是在介绍一位普通的朋友。我才不小呢！郝小韵扯住温实颂的胳膊，用她傲人的身线向前挤了挤，娇声娇气。好了。温实颂有些疲倦地挣开了郝小韵的缠绕，在他嫉妒的目光下蹲下身为我擦拭眼泪，只是寻求了一次刺激感。你要是不喜欢他，我就和他断了。我终于明白，这场我自认为足够温暖的关系里，底部早就因为潮湿腐烂。在温实颂看来，这只是无关紧要的小问题。没有了郝小韵，还会有张小韵、李小韵、王小韵。也许温实颂没有忘记他在恋爱时对我的承诺，但他听信了这个圈子里太多人诱导的刺激，早就对我们平淡无波的婚姻感到厌倦了。我撇开他的手，擦干眼泪。温实颂，我们离婚吧。温实颂抬起的手顿在原地，我盯着手中的那杯温水，只听到郝小韵惊喜的笑出声。滚出去！我猛地打了个冷战。温实颂随即握住我的手，再次出声，把身后还在较劲的小情人赶了出去。你先冷静下来，你还没来过是吧？待会儿我带你去玩好吗？他蹲在我的面前，话语有些语无伦次，像极了我们高3毕业那个晚上他的告白，也没有那么像。
我有些出神，他那时的手是火热的，不像现在冰冷的我发痛。那枚戒指是给郝小韵的吗？想起那枚蓝宝石钻戒，温实颂忽然熄了火，半天才听到他嗫嚅道：“你如果不喜欢，我就要回来。如果是半天前，我一定会发疯般把温实颂送给郝小韵的礼物夺回来，全部毁掉。但是当我真的登上了来这里的高铁，冰冷的风拍打过我发热的头脑，我忽然想要体面一点。我不该是这样的，即使是丈夫出轨，我也依旧应该是本来的我。戒指代表着什么？我清楚，郝小韵清楚，结了婚的温实颂更加清楚。我看向房间里丢得四处都是的情趣内衣，那一刻，身下的床也变得肮脏无比。脑海中忍不住循环他们可能会在这个房间里做过的肮脏事，我的胃里一阵翻滚，忍不住干呕出声。结婚3年，温实颂从没忘记过关于我的任何一个重要时刻，可在我们的结婚纪念日那天，他忘记了，反而拿出了要送给郝小韵的蓝宝石戒指。无论温实颂再怎么遮掩，我们都明白，郝小韵对他，即使现在普通，终究有一天是不一般的。温实颂，我们离婚吧。温实颂握着我的双手收紧，定定地看着我。我只是犯了每个男人都会犯的错误。姜时样，你这么矫情，有意思吗？他猛地起身，拍碎了我手中的玻璃杯，细密的玻璃碎渣溅起，划伤了我的小腿，泛起密密麻麻的痛意。我低头看着划破的裙角和鲜血交织缠绵，心脏好像也被狠狠划了几刀，揪心沉闷的痛。抱歉，温实颂看着我流血的小腿，难得的表现出无措。老公，我演出要迟到了，你快点。郝小韵在外面急切地拍着房门，即使我出现了，她也从来没有想要改口。温实颂也在此刻犹豫了，只是一瞬，他就下定了决心。阿样，他的这场演出真的很重要。我看着踉跄逃出房间的温实颂，心里紧紧揪着的剧痛忽然减轻了不少。当晚我一个人坐车回到婚房，一夜之间发生这么多事，我的脑子现在猛地想要爆炸。温实颂，他怎么敢的呢？等我抱着双膝终于回过神来，才发现温实颂给我打了很多电话，还有他父母打来的。小样啊，你现在在哪儿呢？阿宋说他找不到你，很着急。我临时有事出去了一趟。啊，你和阿宋是不是吵架了？你说出来，我和爸爸给你撑腰。熟悉又温柔的声音缓缓传来，我的视线再次模糊不清。没事，阿宋这孩子就是古板了些，不怎么会哄人。你和阿宋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你们是最了解彼此、最适合彼此的人。凡事要有度。如果是往常，我听到温实颂妈妈的话，只会点头答应。我们的确是最契合的情侣、爱人。可现在我犹豫了，泪水顺着脸颊啪嗒啪嗒落下，模糊了视线。我不记得最后温实颂妈妈说了些什么，我怎样挂断了电话，只知道第2天醒来，温实颂就回家了。吃点饭吧，你今早有课，待会儿我送你去学校。我任职于附近一所学校做大学老师，毕业回来后，温实颂总会早晨送我上班，课表比我本人记得还要清楚，忘记从什么时候了。他借着工作忙碌，渐渐不再送我。看着面前温柔似往日的温实颂，我仿佛做了场梦，情不自禁地伸出手抚摸他的脸颊，却在凑近闻到他身上属于另一个女人的香水味时，猛然醒悟，将昨天温实颂安排的晚餐全数吐到了他身上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不舒服？我推开他，大步迈进了卫生间。你怎么来了？意识朦胧间，我听到了女人的声音。见我看过来，温实颂有些焦急地推开了想要倚在身上的郝小韵。老公，你怎么提上裤子不认人了呀？郝小韵撇着嘴站直身体，扬起手中的外卖。我看咱家点了外卖，就自己拿上来了。啊，姐姐你也在家呀？没等门口的温实颂反应过来，郝小韵就从门缝挤进来，看到我捂着胃痛苦的神色，装模作样的惊讶。这是怎么了？
郝小韵将我扶到沙发上，娇俏地扬起脸，命令温实颂：“还不去厨房弄点蜂蜜水？这里我来就好了。”温实颂站在门口手足无措，见躺在沙发上的我无力地闭着眼，只好走进厨房。“姐姐，你先躺着，我去趟厕所。”郝小韵熟门熟路地走进我和温实颂卧室内的厕所，不一会儿就兴致昂扬地回来，把手里的一对耳钉给我看。“抱歉呀，姐姐，我只认得你们卧室里的厕所，不过也好，这对耳钉也是上次来留下的，我正好拿走。”看我依旧闭着眼不理睬他，郝小韵咬了咬牙，微微俯身在我耳边挑衅：“你不知道吧？上周你出差是我第一次来。”他在床上可热情了，胃里的刺痛越来越难以忍受。我翻过身，弓起身躯保存体力。身后的郝小韵轻笑出声，接着传来玻璃杯打碎掺杂着她哀嚎的声音：“姜时样，你怎么这么刻薄？小韵是要登台表演的。”意识越来越差，朦胧间我感受到温实颂狠狠推了我一把，抱着郝小韵离开了。我想呼救，但不知是呻吟声太小，还是温实颂没有听见，痛苦越放越大。恍惚间，我看到一个人影紧张地跑过来。我醒过来，发现宋清墨竟然守在一旁。“姐姐，你醒了。”宋清墨是我和温实颂的邻家弟弟，小时候经常一起招猫逗狗。但在我和温实颂高中时，即将中考的宋清墨被发现了体育天赋，就转到体校去了。他的父母也陪他搬到了体校附近，从此联系就少了很多。宋清墨看到我醒过来，一脸兴奋，拉着我叽里咕噜说了一通：“1年不见，你胃病怎么又严重了？温哥呢？你生病在家，他怎么没陪你呀？”这小子叽里咕噜吵得我脑壳痛。我撇过头不回答，不巧看到了一脸柔情，正在和郝小韵拥抱的温实颂，真是冤家路窄。连医院都和郝小韵选的一样。宋清墨的车轱辘话戛然而止，我知道他也看到了，凳子被踹在地上发出哀嚎，我无力去拦，索性不管。宋清墨大步走过去，给了温实颂一拳。温实颂不明情况，被练得满身肌肉的宋清墨压在地上，狠狠砸了几拳，直到郝小韵在一旁爆发出尖锐的报名声，周围的人才反应过来，纷纷上前拉开两人。我躺在床上不动声色，看着温实颂顶着他的猪头重新站起来，滑稽又可笑。温实颂看到对面是怒火冲天的宋清墨，浑身的愤怒消弭，取而代之的是左顾右盼的心虚，是姜时样把人家弄伤了，我为了赔罪才陪他来医院的。呵，宋清墨甩了甩自己的手腕，指向房间里的我：“你老婆都生病住院了，你还栽赃嫁祸？”看到病房里看戏的我，温实颂一愣，愧疚地跑过来：“这么大事怎么不说呢？”我冷静地把手从他的怀里拉出来，看着面前仍然可以假装镇静的温实颂，有些不可思议。从前只觉得温实颂运筹帷幄，冷静古板，可短短几天，他早就不是我记忆里的那个他了。他变得自私、自大、虚伪，还喜欢装模作样。我们离婚吧。温实颂的脸猛然沉了下去。他本来就有点大男子主义，极好面子，能在公共场合不和宋清墨算账，已经是隐忍了。这下刚刚被揍出的愤怒和羞愧终于隐藏不住。“你非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耍小性子吗？”我撇过头不再看他，为是情绪器官。当我听到郝小韵的挑衅时，愤怒和不可置信的情绪像是扭成了丝线，密密麻麻揪紧了我的胃。在那种快要昏死过去的感受里，我和温实颂的过往像走马灯映射在我的面前。有我们小的时候手拉手一起学走路，有中学时面对同学们的调侃，我们露出心照不宣的笑容，还有高考完的那晚，温实颂迫不及待地跑到我家门前，举着鲜花，在双方家长哄堂大笑的喧闹中，给我戴上他们家祖传的镯子。最后是郝小韵那张挑衅泛红的脸。最后的一瞬间，我想起温实颂18岁问我要不要和他在一起，那一刻我的回答是：我再也不要和温实颂在一起了。如果没有温实颂的默许，
郝小韵怎么能进我和他的婚房？怎么会在我们的卧室里翻云覆雨？他看似每次的沉默、逃避、愧疚，都像一把把尖刀狠狠插入我的胸膛，把我们从前美好的记忆搅得不成样子。只是一个瞬间而已，以后我们会有更多美好的记忆的。温实颂听到我的话，颤抖着蹲到床前。我低着头，看到被子上阴染出的泪痕。不会了，没有哪些记忆能打败这个瞬间。温实颂面色灰败，他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这样挽留，想必心里已经羞恼了。果不其然，头顶响起他恼羞成怒的声音：“离就离。”听到他的回答，我心底终于松了口气。医生说我需要住院观察几天。宋清墨下楼去接爸妈，屋子里太闷，我在楼道闲逛，不巧遇到了温实颂爸妈。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？温实颂妈妈拿着电话焦急赶路，手机里似有似无传出温实颂的声音：“都说了让你小心点，小心点。”这下好了，阿样发现了吧？你放心，这不是什么大事，阿样也是的。你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这点小事也要计较。我背过身，直到温实颂父母走远，仍旧没有反应过来。原来叔叔阿姨也是知道温实颂出轨的，在他们眼里，不仅是小事，还要怨我度量狭小。看着远处面色通红的温实颂父母，一时间竟和我记忆中那对经常为我打抱不平的夫妻无法重合。有些东西终于随着时间慢慢变质了。等我回到病房时，宋清墨带着我父母正和温实颂的父母交涉。看到我回来，温阿姨呀的一声跑过来，亲切地拉住我的手：“怎么瘦了这么多？等出院了，一定要回家，让妈给你补一补。”见我没有反应，她尴尬一笑，抚摸起我的手：“你和阿宋的事，我和你爸也都听说了。他的确有错，但都是郝小韵那个小狐狸精勾引的呀。你和他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你难道还不清楚吗？就是因为清楚他过去的为人，他苍白的解释才显得面目可憎。爸妈怕温实颂父母妨碍我休息，要请他们等我出院再说。”看我站在原地仍旧不动，被赶到病房门外的温实颂妈妈脸上的表情换了几遍，忽然开始哭天抢地，指着我大声怒骂：“小小年纪就这么没有度量，以后难成大事！”周围人都被他的一声声哀嚎吸引过来。温实颂妈妈见状，直接在屋门外开始嚎叫：“你只是个大学老师，我儿子可是文物建筑修复师，是上过新闻的。我看在我儿子喜欢你的份上，才让你过的门，不然你以为你是谁？拿什么瞧呢？没了你，我儿子选择多了去了。”妈妈被他不要脸的言论气得面色通红，想出去理论，被宋清墨和爸爸拦住。“妈！”温实颂及时赶来，扯走了他爸妈。转身看到过去温柔和蔼，现在却怒视着他的我爸妈，他的嘴蠕动半晌，最终只是吐露出一声轻轻的对不起。哈哈哈哈！我带叔叔阿姨下去买点水果。屋内静默一瞬，宋清墨拉扯着我爸妈也离开了。屋内只剩下我一个人。我知道他们是想给我留下私人空间，帮我发泄出来，但我真没什么好哭的。打开手机，首页发现郝小韵的账号更新了，最新的一条是欢迎大家来科文物建筑修复师 vs 芭蕾舞演员，评论区全都是甜甜甜，哀嚎有钱有爱的人多我一个又怎样？我翻着这些照片，足足有52页，每张照片上都有详细的恋爱记录。蓝宝石戒指只是冰山一角，衣服、包包、鞋子、配饰，我终于知道评论区的有钱有爱是什么意思。原来在温实颂准确记得关于我的每一个细节的同时，他也用着同样的方法去关心爱护另一个女孩，甚至更多。我仰起头，嘴角蔓延出苦笑。他们只是交往了几个月，郝小韵收到的礼物却比我和温实颂在一起的10几年还要多，还要贵。结婚后，温实颂立的是勤俭持家的好丈夫人设。作为妻子，我自然也没有过得奢靡，反而是那个没有法律认定的女人，过得比我这个合法妻子更要风光。在低头看着屏幕里的这一切，我心如止水，利索的截屏取证。过了几天，
温实颂忽然来找我。他在公共场合一向很得体，衣服没有经过我的熨烫，绝对不穿。可面前的温实颂邋邋遢遢，领带凌乱地搭在肩膀上，西装扣子也没有工整扣好，和从前判若两人。他在病房门口被宋清墨拦住，猩红着眼，手足无措地看向我。今天是我们的恋爱纪念日，依照惯例，你要吃我做的馄饨的。呵，面前的宋清墨冷冷打断温实颂：“都快离婚了，知道做馄饨了？孩子饿死了，你知道奶了？早干嘛去了？”哦，我知道了，应该是在某些不要脸的女人的床上吧。温实颂被骂得脸色涨红：“你又是什么好人？我们还没有离婚，你现在的做法是在当小三。”他愤愤不平地转头看向我：“僵尸样，你非要这么绝吗？”我看着一脸痛苦的温实颂，他还是不理解我。明明只是件他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，明明郝小韵没有威胁到我的地位，明明其他男人都可以做，为什么他不能？身边的环境、亲友都说他没有错，为什么我非要和他离婚呢？他像根被潮气浸湿的枯木，终于慢慢腐烂到表层了。出院那天，我趁着工作日，在宋清墨的陪同下去了趟我和温实颂的婚房。结婚3年，我扫视卧室4周，我留下的痕迹不算少。可到了真正取舍的地步，我真正想要拿走的，竟然只有一个小小的行李箱。姐，救命！听到宋清墨的呼救，我快步打开卫生间，发现宋清墨不小心绊到把喷洒打开了，卫生间湿淋淋的，像进了热带雨林。一通下来，我们2个人身上都湿透了。你在家里等着，我去给你买身衣服。衣服是没法穿了。看着面前委屈的宋清墨，我叹了口气：“你们在干什么？”站在门口的温实颂脸色难看极了。宋清墨面色潮红，浑身湿漉漉的。我虽然换了衣服，但状态依旧能看出些端倪。还没来得及解释，温实颂就对宋清墨大打出手。但疏于锻炼的他，怎么能打得过体校的宋清墨？不过几招，他就被宋清墨反压在地。我已经不联系郝小韵了，你还要怎样？温实颂被压在地上不能动弹，面色狰狞。我叹了口气，缓缓蹲下身。我不是你那样随便寻求刺激感的人，在我们正式离婚前，我是不会像你那么恬不知耻的。公寓楼下，宋清墨正撒娇说痛，我看着他手臂上轻微泛红的一片，眯了眯眼。这么容易委屈，也不知道在学校练球会不会也这样。放心吧，给你报仇了。我向温实颂工作的研究所举报了他的私生活。温实颂不久就被停职查看，失去了温实颂妈妈引以为傲的事业。他们家每天都在隔壁鬼哭狼嚎，邻居们不胜其扰，把他们给举报了。不过很快我就后悔了。这几天得了空闲的温实颂总会在我家楼下转悠，还拿了瓜子糖果给坐在楼下的大爷大妈们吃。从小看我们长大的叔叔婶婶见状，忍不住心疼他，纷纷都劝我想开点。我妈被这群没有道德底线的人逼得站在门口大吼：“渣男！谁再说谁家以后就有这样的女婿！”七大姑八大姨的嘴瞬间闭得紧紧的。离婚冷静期快过半的一个周末，我中午下课就看到站在不远处的郝小韵。今天应该是她上台表演的日子，但她被举报了，只能坐在观众席，眼睁睁看着自己过去的努力付诸东流。是不是你举报的我？没什么好撒谎的。我直接点头。你，他怒气冲冲地伸出巴掌，被我身边的宋清墨一把拦下。你一定会后悔的。眼看他在我身上占不到什么便宜，郝小韵放下狠话，怒气冲冲地转身离开。我应该是不会后悔的。介入别人家庭的又不是我，既然抵挡不住流言风语，就应该早点挺直腰杆做人。但郝小韵是不会明白的。不久我就听说她从舞蹈团辞职了，紧接着她的账号开始频繁更新，粉丝体量也随着她姣好的面容体态逐渐壮大。不少粉丝都是被她舞蹈演员的日常吸粉的，看出她已经离职舞蹈团，转战自媒体，纷纷在评论区询问。事态逐渐发展，
郝小韵终于在一次直播中扬起了手上的疤，被人推到玻璃上，伤疤太难看，就不能上舞台了。说到这些，哽咽着的郝小韵终于忍不住，哭得断断续续。身边的助理也被她感染，流下眼泪安慰她。究竟是谁呀？大家对漂亮女孩子的恶意实在是太大了。郝小韵在镜头下流下一行清泪，凄美十足。大家不要再追究了，她也不是恶意的。看着评论区的粉丝们得知真相后，个个义愤填膺，说要为她报仇。郝小韵在手臂的遮挡下露出一丝笑容。第二天我下课回家，看到隔壁温氏宋妈妈正在接待郝小韵，看到我，温氏宋妈妈对待郝小韵愈发殷勤。郝小韵冲我挑衅一笑，我先前是不愿理会郝小韵的。我们夫妻两人有了嫌隙，我只有责任教训丈夫，但前提是她不能再三欺负到我头上。不过这些我现在都无暇顾及了。宋清墨最近仗着放假总赖在我家，不仅管着我父母的吃穿用度，还要督促我的日常作息。我被他惹得不胜其烦，偏偏他长得人模狗样，嘴巴也甜。每次我要发火，都有爸妈在前面挡着。中午吃饭，宋清墨说下午有人约他打球，我抑制不住嘴角，主动要送他。姐，你记得下班来看我打球啊。宋清墨冲我露了露他的肱二头肌，走了。叮咚，我点开短信，发现是温氏宋给我发的消息。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郝小韵不是在我同意的情况下见父母的，他们两人的情感状态如何，我根本不感兴趣。我点开手机回复，记得半个月后去民政局，下午只有1节课，下班回家就听到温氏宋妈妈的呼天抢地。看到我，她不顾周围人的阻拦，急切地哭着扑向我。阿样，求你了，阿样，你去看看阿宋吧，他现在不吃不喝，一直这样，身体一定会垮的呀。温氏宋妈妈的脸急切地贴近我，身体被众人向后扯着。我看着这场闹剧，有些好笑。看我沉默，温氏宋妈妈想要伸出手拉扯住我，求你了，看在你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，别这么残忍。究竟是我残忍，还是温氏宋残忍呢？我扯开房门，门外偷听的邻居们惊愕着看向我。是温氏宋把他在外面的女人带到我们的婚房里过的夜，不是我。他是一时糊涂啊，他只犯了这一次错。温氏宋妈妈仍旧倔强地为他的乖儿子找补，看着他，我不禁冷笑出声，彻底对他改观。忘了说了，阿姨，我在整理离婚财产的时候发现，温氏宋把他在公司1%的股份转让给郝小韵了。公司是温家的家族产业，作为旁支的温氏宋父母也没有多少股份，而温氏宋大方，一出手就是1%，一年有100万甚至上千万的分红，就这样被他们的乖儿子当作礼物赠给别人了。哼，你们儿子出手可比你们2个老东西大方多了。听了我的话，我妈忍不住在身后阴阳怪气。的确，甚至是我这个合法的儿媳，也只有在结婚那天，他们夫妇2人转让的0.5%的股份。温氏宋妈妈在我们结婚当天就把这件事宣扬出去，还得了街坊邻居们的不少夸赞。听到我的话，温氏宋妈妈仍旧不敢相信，我不愿多理会，拿出了今天律师给我的详细合同。合同上赫然写着温氏宋和郝小韵6个大字，条款也和我说的别无二致。在街坊邻居的议论声中，温氏宋妈妈终于气得晕倒过去。哎，阿宋他妈！屋子里短暂的寂静消弭，又是闹哄哄的一片。离婚那天，温氏宋准时来了，虽然穿着正装，但依旧难掩疲惫。他从远处走来，往日剪裁妥帖的西服变得空荡荡的，眼下也是一片青黑，脸颊凹陷，十分憔悴。温氏宋离婚当天，家里喧闹不止。郝小韵想要引导粉丝网暴我，但她太着急了，不小心暴露出自己在知情的情况下介入他人婚姻的事情。郝小韵的各种信息被扒出，一时间从网红变得人人喊打，甚至有人查出了她的住址在门前摆花圈。为了躲避这些极端分子，
郝小运搬到了温实颂家。温实颂父母还在为温实颂转让股份的事情生气，知道郝小运和温实颂同居后，每天都到温实颂家里和郝小运对骂，想要把股份夺回来。郝小运才不管这些，钱到手索性装也不装，每天一不顺心就鬼哭狼嚎。今早温实颂离开时，郝小运就一把把温实颂妈妈推到了温实颂身上。郝小运，你最好对我妈放尊重点。温实颂抱住妈妈，终于忍不住，第一次在郝小运和自己妈妈的争吵中爆发。哼！郝小运听到威胁反而笑了。我们又没有结婚，凭什么要尊重这个老太婆？反正我是不会和你结婚的。我才不想和姜时样一样，被你一枚小小的戒指就套得牢牢的，每天像个保姆一样伺候你们一家。看着面前仍在发疯的郝小运，温实颂的腰背渐渐驼下来，面前郝小运狰狞的面孔逐渐被我温和的笑容取代。如果是我，一定不会让他这么为难的。想起来我的温良恭谦让，温实颂看着我拿着离婚证毫不留恋的潇洒离去，再也忍不住，背靠着背后的柱子，慢慢蹲下身，埋头哭泣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别忘了点赞和订阅哦，每周都会为大家带来新的精彩内容，不容错过。同时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和感受，让我们一起讨论交流。记得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故事的更新啦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